大家好，现在是2025年5月29号晚上8点半，我们俩坐在我们广东新家里。这期视频呢，主要想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也是给我们自己总结一下，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上海来到广州，然后以及我们接下来的人生规划是什么。开始。在上海待了3年半。这3年半里，我们印象最深的可能还是封控那段时间。对，就是刚去上海就疫情封控。对。在一个以老年人为主的一栋居民楼里面封控了2-3个月。除了做核酸就没下过楼。那段时间其实还蛮有意思的，每天就靠发的一点青菜、土豆、萝卜吃饭。对，然后我现在脑子里还有那个什么请阳性家庭和什么，就是那个他叫人做核酸的广播。对，他有一个志愿者去每一层楼去叫这个一层的人去下去做核酸，那个已经应激反应了，就是我现在脑子里偶尔还能想起那个广播，就是因为他喊太多遍了，一天喊到晚。对，聊点开心的吧。开心的，其实在上海收获最大的还是跟运动相关的，也就是大家看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。我在上海的这几年里面解锁了骑行，然后也骑了我这辈子骑的最长的，就是苏州的东西山岛。对，东西山连川，125公里。还是挺累的，但是那个时候刚好是秋天，苏州的橘子熟了，在路边买的橘子特别好吃。那个太好吃了，那个简直确实是我。橘子 top one。对，是。还有一些其他的运动，我们就也是第一次玩，比如像桨板啊、飞拉达啊什么的。更多的还是徒步了。嗯。但是上海没有山，然后我们就是以去浙江和江苏为主。基本上是每周都去一次。差不多吧，中间膝盖都有点走疼了。然后浙江感觉比较短途的线好像几乎咱都走遍了，应该一年四季的。然后上海这个城市，你觉得整体的给你的感受是啥样的？那肯定是纸醉金迷呀。你整天纸醉金迷了。要我看别人，就是咱们虽然在上海，但是也是看网络上的那种上海人的生活。其实我们自己并没有，自己是苦逼的打工人。对。就是大家在网上对上海的那些印象，其实我们或多或少也有。就比如那种就是沪币这个汇率贵消费确实是高的，消费确实高。然后外滩那一片也非常的繁华，人非常的多。毕竟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嘛，然后它也有它的好处，就是它的各种展和演出非常的多。对，音乐会啊，画展啊，对，各种演唱会啊，对，然后各种像那种埃及展什么的，各种大的展，然后就是二次元天堂。就是那个大悦城，对，它常年的都有大量的那个二次元的动漫的各种展，那个我不知道其他城市，但是上海确实是非常的多。然后我很多其他地方的朋友会特意来上海看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们俩都不是二次元，可能也没有那么懂。然后就是住了3年多，我几乎每一天都在自己做饭。这个厨艺有所长进。对，因为我是无业游民，只能自己在家做饭吃。喂饱自己没问题。给大家剖几张图。可以。然后做视频也是去上海之后。是2024年初。对，咱们才做1年。就是去尼泊尔那次。对。去走 EDC 那次买了相机开始拍。对，但是那会儿我们俩拍的就是跟现在的质量是没法比的。有兴趣的可以往前翻一翻，就是我们的早期视频是我们俩现在都没眼看，但是我们的性格就是也不怕丢人，就放那儿放着吧，也就当一个自己的记录吧。我俩为啥选择搬到广东呢？首先离开上海呢，其实是觉得上海已经体验够多了。对。然后我们想要解锁一些新的地图，广东这一片刚好是没有被开发过的。然后
这边的吃的我们俩已经馋了非常久了。天天在网上看到广东的吃的。对，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做饭的老师就是马蹄厨房，就是每次他都有一个他自己吃的那个过程，那个人又稍微有一点胖，反正看他吃的非常过瘾。非常香，而且他拿出来的食材调料都没见过。对，我到现在都没见过鱼露是什么，过2天就去买。行。然后这边的文化我们也是陌生的，虽然就是小的时候也是听粤语歌，然后看一点港剧长大。对，其实它不是完全陌生的，就是真的是从小听粤语歌，然后看香港电影，就是尤其可能对我们东北孩子这个，因为有古惑仔什么那种黑社会那种，我不知道其他地区，我们那儿的小孩儿小的时候都会模仿。对，就被这个虽然没来过，但是被这个文化影响的还挺深的，整个这个粤语地区的文化。所以就打算花个至少是2年的时间，把这一片地方给探索一下。对，而且不光是广东，咱俩附近也都很陌生，就是包括广西我都没去过。我也没有。对，然后包括云南，香港、澳门。对，港澳，还有那个海南也不远。这些应该都会找时间去的。都是新地图，对。从上海搬家搬到广东，真的就是这种跨省搬家，我俩已经不止1次2次了，所以还是可以说一说。对，经验已经很足了。这个就是因为行李太多，然后我俩又喜欢囤一些破烂儿，可以去看咱俩囤破烂的那一期视频。对，是的。所以我们俩东西非常的多，然后在搬家收拾行李之前呢，就是也是送的送，扔的扔，卖的卖，然后就散出去了一波。搬家箱大概收拾了20个箱子。对呀。然后让那个德邦快递公司给我们运过来的。对，然后我们2个是自己打包的，因为我们买的包括电视机都原厂包装，我们一直都留着，因为有为这个搬家做准备。然后我们2个自己打包的都非常好了，我觉得衣服能压缩的也都压缩了，然后最后大概是3立方米左右。我们2个东西大件还是挺多的，然后还有一个电子琴，还有一个什么对，我们的微波炉非常大。反正就是很多东西，然后这次终于扔了一些很多以前不舍得扔的乱七八糟的，大概最后是3立方米。然后德邦的话，它是有一个公式，就是算到底要按重量算钱还是按体积算钱。先算体积，长宽高的厘米相乘，然后除以按我们的重量是除以6000，然后算出来这个数去当成重量去和重量去比，取较大的值来当成那个实际的重量。然后我们的肯定是按体积的，多数的应该搬家的都是按体积的，因为日常用品密度没有那么大。然后按体积我们大概不到3立方米，应该从上海搬到广州是花了1500多。对，德邦的服务还是挺好的，它是上门取，然后如果有电梯的话它也可以送上楼，所以我们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搞定了这些。那你介绍一下流程。我们因为那边上海的房子没有到期，所以我们就是先提前1个月左右在网上转租房子，然后房子也很顺利的转租出去了，然后打包行李寄走，就是行李寄走了之后，第2天我们人就先来了广州找房子。找房子的这几天呢，行李也到了，就先放在德邦的那个寄存点。对，然后人要住几天酒店。我们找房子也很快，大概2-3天就搞定了，然后德邦那边也可以帮我们存到这时候。它可以存7天。然后我们就让他直接给我们送到新房子里来了。对。整个过程可能7天之内。都没有吧，应该都没有7天。5天。差不多5天。非常高效。极限搬家。运气也很好，因为现在广东这边是雨季，上海也是雨季，然后我们搬的这个过程里，找房子搬家都没下过雨，天气都还挺好，也不是很热。然后我们昨天搬进来，昨天算是正式搬进来收拾完吧。今天就开始下大雨。对，今天下了一整天的大暴雨，然后确实运气也很好。广州这2天也不热，就是气温大概都是20几度，已经就是突破了我们对广州的那个刻板印象。我们以为来的时候不得说多热呀，然后根本就没有带长裤长袖，结果来了，我觉得我都被冻感冒了。
我倒还好，但是确实没有我想的那么热。甚至这2天白天咱们都没怎么开空调。完全没有。对，广东租房子的话，它和其他地区反正各地也不一样，就是介绍一下吧。广东这边一般是租客来付物业费，它和成都是比较像的，但是也不绝对，就是还是要看房东的定价。然后像上海、北京的话，就肯定是没有物业费的，物业费都是房东交的。然后他们这边的付款习惯是押金要押2个月，很多房子。押2付1。对，然后他每个月交房租就可以了。像现在上海、北京多数它都是押1付3嘛，押1个月的押金，然后一起要交3个月的房租。然后广东这边的房租要比上海我觉得能便宜个40%差不多。就假如原来是1万的房子，这儿也就6000，原来5000的这儿也就3000，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吧。甚至这个房子可能比咱们原来便宜了40%之后，还要比原来的房子好一点儿，好像。是。对吧？现在这个房子跟原来比，可能我觉得地理位置啊、面积都差不多的。对。但是装修要好一点。然后价格便宜个40%。对，还是要比上海便宜的，上海有点住不起了。我们初到广州这几天有非常明显的几个感受。我是以前读初中的时候来过1次，后来就再也没来过。这个东北人是第1次来。对，我第1次来广东。然后我们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太好吃了。是，就是那个我们楼下随便吃一个煲仔饭，都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煲仔饭里 No.1，绝对是第1好吃的。而且每天都在体验新的吃的东西。对，现在刚来当然是了，这边还能新几天，过几天就不了。然后什么鱼蛋粉，还有什么濑粉。对，那个濑粉，之前从来都没听过。对。然后叉烧是我第1次吃正经的叉烧，那个真的好吃。我之前一直以为是和腊肉差不多的东西，但是吃完之后又搜了一下，因为我吃的时候感觉它非常的嫩。我觉得不像是腊肉能做出来的。对，不像是腊肉能做出来的口感。然后我就搜了一下，它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和腊肉，确实很厉害，非常棒。然后第2个感受呢，就跟租房子一样，就是还是我们被货币给洗脑了，所以觉得这边非常的便宜。对，我们甚至看到了那个面包店，对，2块钱一个面包。新鲜面包2块钱、2块5。这在上海真不敢想象。对，烤的都很好的，也味道也很好。上海的一个菠萝包至少得7块8块，最便宜的了，我觉得。这边是2块5，你能想象吗？这是1线城市，还算1线城市吧，应该。然后第3个点就是广州的人非常热情。我会感觉和东北人很像。所有人，包括房东啊，包括街上遇到的人、聊天的人，然后包括商家，他都会站在你的角度帮你考虑好一些问题，然后很热情的愿意告诉你，然后他的东西有一点什么问题，他也都会跟你直说。那个肠粉那天比较有意思，那个老板，我问他辣不辣，那个老板说怎么说的，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每个人承受辣的程度是不一样的，然后你自己试一下，他不太敢确定，对，他会站在顾客的角度来考虑。然后他就说这个辣椒随便你吃，你觉得不辣就多吃点，你觉得辣就少吃点。就是他宁愿花这么多的口舌跟你。对，很爱聊，真的跟东北一样，很爱聊，而且陌生人都能聊，我感觉。我这种不爱说话的人，在这边在路上买东西什么的，我都愿意跟他多聊2句。对。虽然有时候听不太懂。但是他们已经很努力的在说普通话了，连老年人也是，然后就会给我一种他很认真的、很真诚的在跟我交流。对。印象非常好。然后就是我偶尔能听到广西话，那天换燃气罐里的是，广西话绝对是我第2喜欢的语言，我觉得太搞笑了，太有意思了，太幽默了。第1是什么？第1是河北的保定话，可能很多人没听过，但是这个在我这儿是无法取代的，保定话绝对是最有意思的，然后你可以听一听。然后还有啥呢？广东特产蟑螂。我第1天就在路上看到蟑螂了。对，我们这个家里还没看到啊，昨天你有看到一个小的。小小的，但不确定是不是，我们的阅狼经验没有那么丰富。对，但是路上真的就可以看到，还有那个商家在往外赶。很奇怪，他们不直接踩死它。没有踩。
我觉得没有网上说的那么恐怖那么大，就是网上说那个蟑螂比虾还大，那我觉得还是太夸张了，也就虾的一半儿吧可能。反正比北方的肯定是要大的。然后就是气候呢，因为我们来的这几天刚好非常巧，就是没有那么热，所以就整体还比较宜人舒适。然后最近刚刚又是雨季，接下来可能连着1个月左右的时间都会天天下雨。对，我们两个户外爱好者来这儿就对对，天天就在家里蹲着了应该。感觉这边比较接近热带的气候，其实对吧？然后植物、动物、蚊虫都很大个儿。我们那天刚来的时候看到那个苦瓜，就是非常大，对，就是他们应该是用来煲汤的吧。丝瓜也非常的大，那个简直比我一个胳膊都长，然后跟我胳膊差不多粗，甚至比我这个要粗。反正我觉得那个都是我没见过的大，真的大。然后满街都是卖凉茶，这个什么药材，中药对这种东西的。这个也是广东的特色。对，那个凉茶我们还没有尝试。对，龟苓膏也还没吃，没吃到当地的。他们这儿的面条的主要形式都是那个竹升面。对，它就是比较干的那种。我搜了一下，它是用鸭蛋和的面，就是闻所未闻。但是我觉得一般都是鸡蛋面嘛。口感还可以。对，我也挺喜欢，我目前还没发现我不喜欢的面条。我们目前对广州的感受就是这些，更深入的可能要我们继续住下去才能知道。就说一下我们来广东之后的计划吧。先说你的吧。先介绍一下咱俩吧。我之前是有正式工作的，在上海。真让人羡慕。然后我之前的工作呢，就是公司同事都挺好的，所以我不是因为工作原因才离职过来的，纯粹就是想念广东来的。你呢？我已经 gap 好多年了，无业游民，前程序员，也写了10几年代码了，然后中间歇了几年了已经，在上海这几年把钱都花完了，因为人家都是上海挣钱。上海花。对，我是外地挣钱，上海花，我就是更亏的。钱都花完了，所以现在可能要给广东贡献点税收了，可能要找工作了。然后我的话，我可能就会，以远程办公的形式在家里，然后，就会更多的时间，比之前更多的时间投入在视频里。对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俩的分工就明确一下。对，但是视频应该还是。会坚持更的。对，我们还是很喜欢出去玩的，就是还是要兼顾生活的，其实打工。然后我们俩也比较喜欢录，喜欢记录和分享吧。只要出去玩都会尽量拍，视频做的好坏可能就大家要包涵一下了，就是毕竟不是专业的。无论好坏，我们都会坚持真实记录。不会那个弄虚作假那些东西。主要也不会，我觉得我一装大家都看出来了。对。视频可能主要就是还是以我们周末和假期出去玩为主。对，就是可能未来的都是以2个外地人什么也没见过，在广东什么也没见过这种视角，来带不太熟悉广东的朋友也认识一下广东吧。可能先以广州为主，然后就是什么旁边的那个佛山，什么江门，然后潮汕什么这些地方，还有好多我们都不知道。那个云浮，我是今天才听说过这个地儿。我完全没听过。对，然后很多地理位置也都还不太熟悉，原来那个珠海和澳门离广州这么近，我都是才知道。我原来以为海南更近，但是今天看了海南是。海南离广州。要比澳门要比澳门远很多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俩这种生活方式很折腾，就是我周围的同龄人可能得有一半多了吧，都结婚有孩子了，然后有的人也会有一点担心我，就是觉得年纪也不小了，也没有安定下来。但是我是觉得我的三观就是这样，我想体验更多的东西，我想
因为你不觉得你尤其是生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，有那么多地方你都没去看过，然后这么多文化你都不知道，那么多好吃的、好看的、好玩的你都没见过，我会觉得很亏，就是。所以我就是比较喜欢这种旅居或者是这种，就是隔几年换一个地方感受一些东西的这种生活方式吧。它确实是要克服很多东西，比如你的工作会不稳定，然后现在我们没有孩子，所以还没有这个问题。有了孩子可能会更困难一点。我周围的30出头的这些人，他们也都是其实很害怕改变，就是他改变意味着不确定嘛。对，不确定就是未知就代表着风险。对。然后我们录这个视频也是有点想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算价值观吧，就或者是人生观吧。我觉得不要给自己设那么多限制。那个话是怎么说的？见过上班猝死的，没见过不上班饿死的。就是不要给自己设那么多限制，人是饿不死的。然后很多事情也没有那么像天塌了一样的那么大。人尤其是年轻人，我觉得30岁我还能算年轻人，就是30几岁，还是要有能接受新东西的这个能力和勇气的，得保持这个东西。我们两个是不反对躺平的，就是前提是你自己想清楚了嘛。在我看来还是挺可惜的，如果30几岁就人生就这样了，那还是挺可惜的。然后也希望看到这儿的朋友，无论你今年多大年纪，无论多大年纪，无论是什么情况，是负债还是什么，有多么困难，对，希望你都有重新开始的勇气。这也是我们录今天这个视频的一个目的，就是希望能鼓励到一些人。